有冇心郁郁想自己嘗試一下手搓零件啊？從咁樣變成咁樣，甚至做出咁樣嘅效果，其獨特嘅手工魅力仲係俾好多模型師所喜愛嘅。咁今期我會一步一步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製作心得嘅。嗨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新一期嘅 Toys Core Channel 啊！但係呢一種傳統嘅手工膠板小零件，對新手嚟講都幾麻煩噶，因為用到嘅工具都唔少。而家市面上呢，有好多牌子將多種工具都整合埋一齊。而我最近喺度用緊一個新工具，就係一直以嚟支持我頻道嘅老朋友 Jewelhouse 出品嘅多功能輔助台鉗啦。無論再複雜嘅零件，都離唔開最基本嘅幾何形態。我會使用呢個輔助器，從最基本嘅幾何形態到簡易搭建，再到呢啲常規散熱片嘅製作，會用到乜嘢類型嘅材料，都會一步一步咁同大家做分享嘅，務求令到新手都可以輕鬆駕馭。呢個台鉗分為上下兩個部分，上方為高精小型不鏽鋼台鉗，下方為鋁合金材質嘅零件輔助製作器，採用模塊化嘅設計，擁有多功能輔助台鉗、不塗把手、傳統台鉗可供自由組合，最核心就係呢一個輔助器，冇乜花巧嘅設計，只有4個基本功能，但每一個都非常之實用。首先係呢個帶刻度嘅直角搭建器，分別對應 0.5mm 同埋 1mm 嘅膠板。對於小零件嚟講，有帶刻度嘅直角搭建器呢係好方便嘅。經典嘅角度切割台，對小零件嚟講，呢種迷你 size 對我呢種經常做小比例模型就非常適合。配置咗3個最常用嘅角度，亦都帶上咗刻度，更方便切割長度嘅統一性。同樣擁有圓棒中心工具，配置咗4個最常用嘅尺寸。最後一個係多種圓棒嘅側面開孔器，呢種功能最多呢係應用於好似液壓桿啊、活動關節呢會比較多。底部就提供咗台鉗夾持棒嘅收納位，而我常用嘅材料係以田工嘅板材為主，分別係 0.5mm 同埋 1mm 呢2種膠板，同埋各種唔同形狀嘅 PS 膠棒。如果你係圓棒中心打孔較多，咁務必請你選擇進口材料，其圓周精度唔係一般雜牌可以比嘅。開膠板，我好喜歡用呢種嘅大型裁紙刀嘅，一個字夠穩啊！最好備一把 T 尺、L 尺或者直角三角尺都可以。開料嘅時候盡量攞齊一邊嘅直角，一般切2-3刀，唔使切斷嘅，用手搣一下就可以。但要好穩咁裁出小零件嘅尺寸，就會有少少麻煩。特別好似我呢啲手比較粗嘅人，就好容易會切歪。我哋就嚟講一下呢種斜面嘅小零件究竟要點樣做。咁呢啲小東西呢，會用0.1嘅薄鋸配合切割台一齊使用。呢個迷你切割台係有帶刻度嘅，可以好方便咁樣揾到所需要嘅尺寸，貼住個直角邊嚟鋸，可以確保直角嘅效果同埋切面嘅工整性，而且可以快速批量生產多種相同尺寸。跟住
我哋會用到一個傳統嘅點膠複製法，做出統一嘅角度，咁就能夠保證整個零件嘅工整性。使用直角輔助器，先做出對角嘅直角。然後再做出另外一個對角，根據下面嘅標尺切出底板，四周嘅駁位要留多啲嘅餘量，方便修葺同埋打磨。剪去多餘嘅餘料，再將每個面逐一補上後打磨。基本嘅形體咁就完成啦，係咪好簡單呢？再同佢磨個絲面，咁呢個基本形體咁就完成啦。我哋可以喺旁邊用之前同樣嘅方法做兩個堆疊嘅結構，咁樣樣係咪有精神咗啲啊？想去更加似一個機械零件，咁呢，我哋可以用呢個圓棒中心工具啦。最細直徑係 1.5mm， 最大係3mm。不過佢呢款呢，唔同嘅直徑係需要對應唔同嘅鑽頭尺寸嘅。呢度我係使用咗田工嘅3mm 圓棒，唔用空心膠管，要用實心圓棒呢，可以通過唔同鑽頭尺寸嘅擴展，可以自由咁控制壁嘅厚度，製作多種唔同嘅零件。例如我哋可以將個壁做厚啲，再插入一小段膠條，然後我哋會用到佢呢個嘅不鏽鋼台鉗。佢呢個小台鉗嘅質量，哇，真係好唔錯啊！個閉合度非常之高啊！台鉗有十字嘅 V 字槽，可以有效咁固定圓棒。我哋直接喺台鉗上面找平，因為係不鏽鋼材質，根本唔擔心佢會磨壞。咁樣就可以做出一個類似螺絲咁嘅零件。利用切割台嘅角度固定好沙子，就可以同佢做一個倒角啦。呢種嘅倒角小技巧喺呢一種嘅小型切割台上面呢，就會比較好操作。從最基本嘅幾何形到呢種小細節嘅添加，咁就完成啦。包括呢種常見嘅造型件都係咁樣樣做出嚟嘅。我哋用同樣嘅方式就可以搭建出呢一種噴氣口嘅基本造型。想去有一種機械感，就可以喺邊緣嘅呢個絲面上面呢，同佢刻翻條線，再用寬口嘅推刀做出一啲夾縫嘅絲面，最後用三角棒做出散熱片嘅展開排列。一個相對較為完整嘅零件咁又完成啦。其實都係基於唔同嘅幾何形喺度相互組合，借助呢啲多功能嘅輔助工具，就能夠降低製作嘅難度。既然有展開嘅散熱片，咁我哋嚟講下閉合型嘅散熱片要點樣做。呢度我係會推薦用雕刻嘅方式。如果你覺得雕刻太難，你亦都可以用呢種堆疊嘅方式嚟去完成。不過呢種方式就會令到個零件嘅變厚咗。呢度我係會用到2mm 同埋3mm 嘅寬刃推刀。我使用嘅係田工1mm 厚嘅 PS 膠板，先用不鏽鋼台鉗找平一下。用 0.2mm 嘅推刀，先刻出等距嘅線槽。用 0.2 嘅原因係因為佢有足夠嘅闊度限位。
在稍後雕刻嘅時候冇咁容易出界，盡量確保邊緣嘅工整性。根據你想製作散葉片嘅寬度去選擇相應嘅寬刀。我選擇嘅係3mm 嘅推刀，我先會用呢個寬刀沿住0.2嘅黑線槽，慢慢咁刮出一個斜面出嚟。差唔多嘅時候，反轉把推刀，用平鏟嘅方式，沿住啱啱我哋刮出嚟嘅斜面，慢慢咁樣鏟出散葉片嘅造型。再反轉鏟另一邊，只要慢慢貼緊個平面去鏟，就能夠鏟出一個比較平均嘅平面出嚟。用砂紙將每一個面打磨平整，最後再喺邊緣上面再加深一下黑線，咁就得到一個均等帶斜面嘅零件啦。再為頂部做多個斜面，統一所有造型。整體嘅厚度亦都控制喺1mm嘅範圍內。我哋再為呢個基礎零件喺周邊同佢做翻啲裝飾。我會用到呢一種嘅田工嘅三角棒，用呢個輔助工具切出45度角。一個帶深度嘅基礎外框咁就完成啦。喺外面再同佢做多一圈嘅層次，放入去睇下先。嗱，呢一個呢係一個有深度嘅效果。太深唔好睇啊，都可以放一個淺嘅效果上去嘅。同樣可以做出唔同嘅尺寸，再搭配唔同嘅設計。當然，仲有好多高手呢，會喺呢個散葉片上面仲會再加啲雕刻嘅細節嘅。只要借助呢一種多功能嘅輔助小工具，就算你係新手啊，都唔係咩問題。佢仲有一個臨時嘅筆塗功能，即係點解講話佢係臨時呢？最主要係佢嗰個不鏽鋼嗰個台鉗啊，質量太好啦，好到有啲重啊。諗法啊真係幾好嘅，應付一啲應急嘅保色呢係 OK 嘅，長時間使用啊都幾鬼攰嘅。如果你都想嘗試開始製作一啲自己嘅小零件，呢種多功能輔助器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佢有多種嘅模式選配，功能又比較簡單，小巧又唔佔地方。好啦，今期內容呢又差唔多啦，更有意思嘅工具同埋技巧，我哋下次再講啦，拜拜。